高考放榜日，林薇薇与男友沈川的名字紧紧相连，高挂在全省成绩榜的最顶端，状元和榜眼，他们是校园里人人艳羡的学霸情侣，爱情与学业双丰收，未来一片光明。志愿填报的前一晚，林薇薇正仔细翻阅着招生简章，手机屏幕忽然亮起，一条来自未知号码的短信弹了出来。本离沈川，他爱的是苏婉晴，10年后他会为了苏婉晴要你的命。无聊的恶作剧。苏婉晴，那个总是怯生生、成绩中游，需要沈川额外花时间辅导的女生，怎么可能？他顺手回拨过去，听筒里只传来冰冷的“您所拨打的号码无法接通”的提示音。几乎是同时，又一条短信追了过来：“不信，明天他不会和你填报同一所学校。”看到这句话，林薇薇的心莫名咯噔一下，但旋即被更强的自信压下。她和沈川的约定，怎么可能因为一条来路不明的短信就改变？第二天，填报志愿的机房内，气氛紧张而热烈。林薇薇熟练地输入梦想院校的代码，侧头却见沈川眉头紧锁，手指悬在键盘上，迟迟未动。他英俊的侧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有些犹豫挣扎。阿川，怎么了？薇薇，我可能不能和你一起去北京了。我打算复读1年。什么复读？为什么？婉晴，她落榜了，她家里情况你知道，根本供不起她复读。我想复读1年，帮她补习，她很有潜力，明年一定能考上。薇薇，你先去上大学，等我1年，就1年，我保证去找你，好不好？沈川的语气带着恳求，却更像是一把钝刀，慢慢割着林薇薇的心。那一刻，林薇薇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凉了。昨晚那条荒谬的短信猛地撞进脑海，他爱的是苏婉晴，明天他不会和你填同一所学校。那条短信竟然是真的，他为了苏婉晴，轻而易举地放弃了他们的约定，放弃了共同的未来。原来他所谓的深情并不纯粹，他甚至不敢深想，他这般牺牲背后藏着多少对林薇薇超出同情的情愫。他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少年，忽然觉得无比陌生。不必了，沈川，我们算了吧。回到家，母亲的电话适时打来。薇薇，留学手续都办妥了，不过你不是要和沈川一起去北京吗？怎么突然又决定出国了？异地恋很辛苦的。妈，我最初的梦想就是出去看看，我不想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了。吵架了也好，出去散散心，或许能遇到更合适的人。挂断电话，林薇薇开始整理房间里所有沈川送的礼物，毛绒玩具、手写信、一起抓的娃娃。她将它们统统装进一大纸袋，扔进了垃圾桶。刚转身，一道刺眼的车灯打在她身上。薇薇，别生气了，我知道是我不对，我给你赔罪。你不是最喜欢坐摩天轮吗？我包了场，就我们2个，看最美的夜景。林薇薇想拒绝，却被沈川不由分说地拉上了车。摩天轮在夜空中闪烁着梦幻的光晕，整个园区果然空无一人。薇薇，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给你最大的浪漫。他眼神诚恳，试图触碰她，却被林薇薇躲开。他刚踏上摩天轮的轿厢，甚至没来得及坐下，沈川的手机就尖锐地响了起来。他看了眼来电显示，脸色微变，是苏婉晴。他接起电话，脸色瞬间变了。婉晴，你别哭，在哪里？好好好，你躲好，别怕，我马上到。薇薇，对不起，婉晴遇到流氓了，很危险，我必须马上过去，你等我，很快回来。说完，他甚至没等林薇回应，转身就跑向车子。引擎轰鸣声中，车子绝尘而去，迅速消失在夜色里。林薇薇孤零零地站在冰冷的玻璃窗前，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心脏的位置空洞洞的疼，仿佛被掏空了所有温度和希望。原来那条短信的每一个字都在应验。轿厢升至最高点，摩天轮剧烈震动，突然发出一声不堪重负的巨响，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林薇薇被困在了近100米的高空，动弹不得。游乐场死一般寂静，因为沈川包了场，这偌大的园区除了林薇薇，空无一人。他拿出手机，下意识地拨通了紧急联系人沈川。听筒里传来冗长的忙音，1遍、2遍、3遍，始终无人接听。那是他们刚在一起不久。沈川拿过他的手机，认真地把自己设置成了紧急联系人。薇薇，以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第一个打给我，我保证无论何时何地，我一定会接。少年坚定的承诺言犹在耳，此刻却成了最辛辣的讽刺。
他此刻在哪？在英雄救美，温柔的安抚那个受到惊吓的苏婉晴吗？他固执的重播，但回应他的只有系统单调的提示，最终自动挂断。绝望像潮水般蔓延上来，他深吸一口气，逼迫自己冷静，转而按下那3个数字110。就在号码即将拨出的刹那，手机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突兀的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叉。无福，所有的希望在这一瞬间被彻底掐灭，他被整个世界遗忘在了这片高空。就在这时，手机屏幕忽然又亮了起来，又是一条短信，来自那个熟悉的未知号码。按下轿厢内壁左下角的红色紧急求救按钮，长按3秒，会有人来。林微微的心猛地一跳，这个号码再次出现了，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仿佛洞悉一切，甚至知道这摩天轮上不为人知的构造？他伸出手，在冰冷的内壁上慌乱地摸索着，终于在一个极其隐蔽的角落，他摸到了红色按钮。他毫不犹豫地用力按下去，3秒后，一声极轻微的低声响起，然后一切重归死寂。夜越来越深，寒气侵击蚀骨，林微微的胃里空得发疼，意识也开始逐渐模糊。再次睁开眼，已是天光微亮。他发现自己躺在了摩天轮下的安全平台上，身边围着几个穿着工作服、面色焦急的救援人员。小姐，你醒了，谢天谢地，故障终于排除了。你怎么会在上面？他哑着嗓子道谢，拿起手机，屏幕瞬间被数十个未接来电的提示点亮，全部来自沈川。他看着那些刺眼的红色未接提示，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嘲讽。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哪里？现在打来还有什么意义？他拖着虚软的身体回到家门口，远远的就看到一个焦灼的身影。微微，你昨晚去哪了？为什么不接我电话？你知不知道我快急疯了？林微微下意识的后退一步，避开了他的触碰。这个细微的动作让沈川一愣。我昨晚被困在摩天轮上了。被困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我打了，你没有接。沈川的表情瞬间僵住，他想起来了，他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哭泣的苏婉晴身上，手机静音了，他根本没注意到。微微，我累了，想休息。林微微踉跄着走向卧室，身体却一阵阵发冷，眼前一黑，软软的倒了下去，彻底失去了知觉。迷迷糊糊中，他感觉到有人轻轻扶起他。再次醒来时，窗外已是夕阳西斜。他发现自己在床上躺得好好的，烧退了大半，虽然依旧虚弱，但意识清醒了许多。一转头，他猛地怔住，沈川就坐在床边的椅子上，守着他。见他醒来，他眼中立刻浮现出惊喜和担忧交杂的神色。你怎么进来的？你忘了，你家的密码是你以前告诉我的。密码？林微微恍惚了一下，记忆猛地闪回多年前那个夏夜，他抓着他的手，一个个按下密码数字。这样你想见我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啦。我家就是你家。那时的心动和赤诚，此刻回想起来，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磕得人生疼。沈川小心翼翼地扶他坐起来，递过一杯温水。他的动作体贴入微，仿佛昨夜那个毅然抛下他的人不是他。是不是饿了？我们出去吃饭吧。今天是你的生日，微微。昨天的事是我不对，今天就当给我一个机会补偿你，好不好？林微微看着他，心绪复杂难言。最终鬼使神差的，他默许了。车子停在一家高级餐厅门口，沈川体贴地为他拉开车门。然而就在林微微刚站稳，抬头望向餐厅华丽的大门时，他的目光猛地定格。餐厅门口，苏婉晴正站在那里。林微微的脚步瞬间定在原地，心直直地沉了下去。微微，别多想，婉晴刚好在附近打工，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我看她可怜，就叫她一起来了。你生日，热闹点也好。林微微什么也没说，只是勾了勾唇角，率先走进了餐厅。沈川点的都是林微微爱吃的菜，不时为她布菜，嘘寒问暖。很快，沈川的注意力被苏婉晴吸引了。婉晴，你知道怎么吃？我在打工地方看别人吃过，偷偷学的，但还是不太会。没关系，我教你。你看，应该这样。林微微安静地看着他对另一个女人展现那份曾经独属于他的耐心和温柔，盘中的珍馐美味都变得如同嚼蜡。哎呀，真是不好意思，还要沈川哥你教我。我好像学会了，你自己快吃吧，不用管我了。话音未落，他不小心抬手打翻了红酒杯，嫣红的酒液尽数洒在他连衣裙上。对不起，我太笨手笨脚了。苏婉晴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越发显得楚楚可怜。沈川看了看她狼狈的样子，又看了看对面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林微微，脸上露出为难的神色。微微，
你稍坐一下，我带她去洗手间处理一下，很快就回来。说完，他甚至没等林微微回应，便护着渲然欲泣的苏婉晴，匆匆走向洗手间的方向。看着他们的背影，林微微觉得一阵反胃。她放下刀叉，拿起包，毫无留恋地起身离开。城市华灯初上，她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拐进一家喧闹的酒吧。她点了一杯又一杯烈酒，试图麻痹自己。手机一次次震动，全是沈川的来电，她直接划掉。喝得多了，视线开始模糊。微微，你怎么一个人喝这么多？为什么不接电话？我找了你多久？你怎么不去陪你的苏婉晴？你别胡说，我已经让她自己回去了。微微，你才是我。就在这时，沈川手机又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来电，脸色微变。沈川哥，我脚崴了，这里好黑，我好害怕。沈川的脸上瞬间布满焦急和为难，他捂住话筒，看向已经醉得趴在桌上的林微微，眼神挣扎。微微，婉晴她脚崴了，在没路灯的地方很害怕，我必须去送她一下。你就在这里等我，千万别走，我很快回来。又是这样，林微微连抬头看的力气都没有。沈川一咬牙，再次转身急匆匆离去。林微微没有等他，她只是继续喝酒，一杯接一杯，用最烈的方式惩罚自己那可笑的残存的期待。2个小时过去了，沈川没有回来，连一个信息都没有，先彻底死寂。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只想离开。刚走出酒吧后巷，冷风一吹，他扶墙干呕。小妹妹，一个人啊？哥哥们送你回家。一只脏手搭上他肩膀，滚开！哟，脾气不小，穿这么漂亮，不就是让人看的吗？恐惧瞬间攫住他，酒醒大半，他尖叫挣扎，却轻易被制住。粗糙的手开始撕扯他的衣服，外套被扯落，衬衫扣子崩开，冰冷空气触到肌肤。救命！沈川！就在他几乎被按倒在地时，手摸到一个冰冷的硬物，半个空酒瓶。求生的本能爆发，他抓起酒瓶，用尽最后力气，狠狠砸向最近流氓的头。脆响伴着惨叫，趁他们混乱吃痛，林微微猛地推开面前的人，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地朝着有光的方向拼命跑去。林微微几乎是逃回家的，她反锁上门，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身体止不住的颤抖，眼泪几乎流干。手机响起，屏幕上跳动着沈川的名字，他没有接，短信接踵而至。微微，你在哪啊？酒吧找不到你，别生气，我只是送婉晴回家，她脚崴得严重，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看着这些文字，林微微只觉得讽刺，脑海里不受控制地翻涌起过往的片段。烈日下的操场，他跑完3000米，气喘吁吁的第一个冲到他面前，只为了问他一句：我厉害吗？冬日的图书馆，他偷偷在他抽屉里塞满热奶茶和暖宝宝。林微微，我沈川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就是遇见你。那个曾经是他如珍宝的少年，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一次次为了另一个女人将他弃之不顾，甚至间接将他推入险境。这时手机又亮了，是那个未知号码。摩天轮的事，我很抱歉，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这条短信像一道冷电，瞬间击穿了林微微混乱的思绪。你怎么会知道摩天轮出事？你到底是谁？难道你真的来自未来吗？紧紧盯着屏幕，心脏狂跳。对你而言，未来的我应该算是你很好的朋友，至少我是最不希望看到你受到伤害的人之一。这个答案模糊，却带着一丝诡异的温暖。林微微怔住了，朋友。她深吸一口气，压抑住翻腾的情绪。未来的我是什么样子？还有你之前说我会死，我是怎么死的？这一次等待的时间稍长，仿佛对方在斟酌措辞。短信终于来了，内容却让林微微如坠冰窟。你们毕业后还是结了婚，起初一切看似很好，但某一天你突然死了。警方给出的死因是自杀。自杀！林微微瞳孔骤缩，几乎拿不稳手机。自杀！你之前明明说是沈川为了苏婉晴要我的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而屏幕那头彻底陷入了沉默。林微微一夜未眠，自杀的预言和昨夜的惊险遭遇交织在一起，让她精疲力尽。但毕业宴会在即，她不得不强打精神。第二天，林微微到自家高端服装店挑选礼服，刚进店却看见沈川正陪着苏婉晴挑选衣服。微微，昨天去哪了？我找不到你，急死了。你没事吧？没事了。婉晴没有合适礼服，我就带她来看看。你眼光好，帮婉晴挑一件吧。这些衣服太贵，我配不上。别这么说，不用担心钱的事，我送你。毕业晚会很重要，你值得最好的。看着这一幕，听着这番话，林微微只觉得胸口闷得发痛。他看上哪件就给他试哪件。他不再理会身后两人，
径直走向 VIP 试衣间，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独处。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多久，不到10分钟，试衣间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和骚动，砰！门被猛地推开。林薇薇，你太过分了，竟然在婉晴礼服里放针！什么？沈川将他拽到展厅，只见苏婉晴正啜泣，背部礼服渗出血珠，旁边一件礼服内衬别着几根珠针。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因为我不懂让你帮他挑，你就这样报复？不是我做的。不是你会是谁？这家店都是你家的。有监控，查一下就知道了。听到监控，苏婉晴身体一僵，哭声骤停。算了吧，薇薇姐可能不是故意的，我不是了，我们走吧。沈川看着苏婉晴背上的血点，又听到她如此懂事的言语，对林薇薇的怒火瞬间燃烧到了顶点。我再问最后一遍，你道不道歉？不是我做的，我为什么要道歉？好，很好。一记极其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林薇薇的脸上，力道之大，让林薇薇整个人踉跄着撞到了身后的衣架，彻底懵了，耳朵嗡嗡作响，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爱了那么多年的少年。沈川打完，似乎自己也愣了一下，但看着身旁哭泣的苏婉晴，他最终还是硬下心肠。林薇薇，你太让我失望了。说完，他小心翼翼地扶住苏婉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留下林薇薇独自站在原地，脸上是刺痛的巴掌印。毕业晚宴当天，林薇薇独自坐在角落，目光所及，沈川正和周遭的同学谈笑风生，苏婉晴依旧怯生生地跟在他身侧，穿着那天在店里挑中的，最后由沈川买的昂贵礼服。沈川注意到了林薇薇孤身一人，这一片刻，还是端着一杯酒走了过来。薇薇，昨天我打你是不应该，我冲动了，但错的本来就是你，你不该那样对婉晴，我那是为你好，想让你认识到错误。林薇薇抬起眼，只是极淡的扯了一下嘴角，什么也没说。宴会进行到高潮，大家开始聚在一起喝酒玩游戏。服务员过来倒酒，轮到林薇薇时，沈川突然伸手拦了一下，语气自然的对着众人解释：薇薇就算了，她酒精过敏，一点都不能碰，给她换杯果汁吧。他记得他所有的喜好和禁忌，一如往昔。哇哦，川哥真是体贴入微啊！这么多年了，还是这么护着薇薇。很快，有人提议玩真心话大冒险，立刻得到了响应。酒瓶在桌子中央旋转，命运般的瓶口一次次指向不同的人。几轮之后，瓶口不偏不倚，对准了沈川。哇，状元郎，选吧，真心话还是大冒险？真心话吧。好，第一个问题，不准犹豫，你最爱的人是谁？必须是现场的。问题直白而尖锐，所有人都看向他，又偷偷瞟向林薇薇和苏婉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薇薇。起哄声和口哨声瞬间响起，他回答的太过干脆，太过真诚，仿佛昨天那个为了苏婉晴狠狠掌掴林薇薇的人不是他。林薇薇的心像是被针尖极快的刺了一下，细微却尖锐的疼。第二个问题，给我们看看你给薇薇的微信备注是什么？沈川大方的拿出手机，解锁，点开微信，将屏幕亮给众人。屏幕顶端清晰的备注是爱薇薇。哟，爱哦，置顶加爱心，川哥可以啊。看似甜蜜的细节，此刻却像一场公开的处刑，将林薇薇架在火上烤。游戏继续，命运仿佛开了个玩笑。下一次，瓶口缓缓停住，指向了苏婉晴。我选大冒险吧。大冒险啊，简单。看到那边那个独自喝酒的男生没？过去亲他脸一下。亲一个，亲一个。这不好吧？能不能换一个？不行不行，就这个。苏婉晴无助地站在那里，眼神像求救般望着沈川，仿佛被逼到了绝境。你们别太过分。起哄声越来越大。好吧。他一步一顿，慢吞吞地朝着那个指定的男生走去，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所有人的目光聚焦在他身上，等着看好戏。那个男生似乎也有些尴尬，站了起来。苏婉晴磨蹭着走到他面前，闭眼踮脚凑近。就在他的唇即将触碰到对方皮肤的刹那，异变陡升，沈川猛地冲了过来，他的动作快得惊人，粗暴推开男生，然后在所有人惊愕万分的目光中，猛地捧住苏婉晴的脸，俯身精准的重重的吻上了她的唇。这一幕像尖刀捅进林薇薇的心脏，啪的一声脆响，手中的玻璃杯掉落到地上。这声响动似乎惊醒了沈川，他猛地松开苏婉晴，脸上掠过一丝慌乱。他下意识看向林薇薇，对上她那双空洞死寂的眼睛。苏婉晴也仿佛刚刚回过神，脸颊绯红，眼神躲闪，嘴唇上还残留着痕迹，一副受惊又无措的样子。
林微微什么也没说，缓缓站起身，她推开椅子，转身朝着燕沈川立刻追了出来。微微，松开！微微，你听我解释，刚才那种情况，我不能看着婉晴她一个女孩子被大家那样戏弄，她多难看。我只是想帮她解围，我没想那么多，真的。你是不是生气了？他解围，没想那么多，所以就可以用亲吻的方式。在林微微面前，林微微缓缓抬起头，看着他焦急又带着几分理所当然的脸，忽然觉得无比荒谬。没事，以后你想怎么亲就怎么亲，不必找理由。沈川彻底愣住了，像是没听懂他的话，又像是无法理解他此刻的平静。微微，你什么意思？就在这时，苏婉晴也追了出来。微微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该玩那个游戏，我不该，你千万别怪沈川哥，都是我不好。他哭得梨花带雨，仿佛受了天大。不关你的事，婉晴，是我做的决定，后果我来承担。说完了吗？说完了，我可以走了吗？他不想再看到他们任何一个人，不想再待在这个令人窒息的地方一秒。他绕开他们，只想尽快离开。然而，就在他经过走廊下方一盏巨大的、华丽的水晶吊灯时，头顶突然传来一阵令人牙酸的嘎吱声。那盏沉重的水晶吊灯连接处的金属链条骤然断裂，朝着正下方直直砸落下来。小心！沈川的反应快得惊人，几乎在听到异响的瞬间，他猛地转过身，用尽全力，一把将苏婉晴狠狠地扑推开。两人一起重重摔倒在几步之外的安全区域，沉重的水晶吊灯狠狠砸落在地，无数水晶碎片和玻璃渣像爆炸般四散飞溅。林微微整个人被那股力量带得向前扑倒，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大理石地板上，世界天旋地转。剧痛中，他艰难地抬起头，他清晰地看到不远处沈川正紧张地扶着苏婉晴，急切地上下检查她有没有受伤，眼神里充满了后怕和担忧。苏婉晴依偎在他怀里，吓得瑟瑟发抖，而他自始至终没有回头看他一眼。林微微再次睁开眼时，映入眼帘的是医院的天花板，额角和后背传来阵阵钝痛。微微，你醒了，真的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没多想，就看到婉晴站的位置更危险，下意识就……微微闭上眼，不想看他，也不想听，心口的空洞比身体的伤更疼。接下来的几天，沈川仿佛要将功补过，对他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喂水喂饭，削水果，事必躬亲，甚至连苏婉晴也每天都来。微微姐，都是因为我你才受伤的，对不起。两人在他病床前形成一种诡异而和谐的组合，一个深情忏悔，一个柔弱自责。出院那天，沈川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微微，医生说你需要放松心情，走，我带你去个地方，送你一份礼物。车子没有开回家，而是驶向了市郊的一家高级马术俱乐部。沈川还记得林微微小时候学过骑马，曾说过很喜欢马儿奔跑时自由的感觉。你一直喜欢马，我记得。林微微的目光掠过远处跑道上矫健的身影，眼神却依旧沉寂，没什么波澜。沈川为了让她开心，特意挑了一匹温顺的白色母马，亲自牵着来到她面前。摸摸看，它很乖的。出于一种麻木的礼貌，林微微伸出手，指尖即将触碰到马儿光滑的脖颈。就在这时，旁边训练场突然爆发出一声巨大的鞭响和呵斥，另一匹正在被训练的高大黑色骏马受惊，竟挣脱了驯马师的束缚，疯狂地朝着他们这个方向冲了过来，直直地冲向正背对着他毫无察觉的沈川。沈川哥，小心！沈川闻声愕然回头，只见那匹高大的金马已近在眼前，他根本来不及躲避。千钧一发之际，谁都没想到苏婉晴竟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速度，猛地从侧面狠狠撞向沈川，用尽全身力气将他推开，而他自己整个人被狠狠地刮倒在地，沉重的马蹄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踏过。林微微站得稍近，混乱中躲闪的马匹狠狠撞在他的伤肩上，剧痛让他眼前一黑，整个人被撞得向后摔倒在地，而那匹金马也被驯马师终于重新控制住。婉晴，婉晴，你怎么样？你怎么这么傻？为什么要推开我啊？你知不知道多危险？笨蛋！因为我喜欢你啊，虽然我知道我没资格，没法跟你在一起，可只要能保护你，我就很开心了。这番话如同最猛烈的催化剂，彻底击碎了沈川所有的心理防线。傻子，你这个傻子！别说了，坚持住，马上送你去医院。
他的整个世界只剩下怀里为他舍身的苏婉晴，看也没看旁边瘫倒在地、手肘膝盖还在渗血的林微微。他抱着她，疯了一样朝着停车场狂奔而去，引擎轰鸣声迅速远去，留下林微微独自来到医院，办理了入院手续。她被安排进一间双人病房，另一间空着。几天过去了，护士按时来换药，询问家属在哪，他只是摇头。一日三餐是护工送来的寡淡饭食，沈川没有来，一个电话一条短信都没有。他知道他此刻一定守在苏婉晴病床前，焦心如焚，无微不至。这天下午，手机屏幕忽然亮起，打破了病房令人窒息的寂静。又是那个未知号码，你还好吗？有没有成功远离沈川？看着这条短信，林微微死寂的心湖像是被投下一颗石子，泛起冰冷的涟漪。她缓慢地拿起手机，打字回复：你之前说警方认定我是自杀，可你最初却说是沈川为了苏婉晴要我的命，为什么？那个自杀的结论像一根毒刺，让他无法安宁。短信几乎立刻回复了，快得惊人，仿佛对方一直在等待他的提问。因为我后来发现，在你死后那些年，沈川一直私下和苏婉晴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甚至拥有共同的海外账户。更早之前，就在你死亡前1周，苏婉晴曾单独与你见过一面。那次见面后不久，苏婉晴就因一场意外去世了。紧接着，你也自杀了，所有的线索都断得干干净净。太过巧合，所以我推断你的死绝非自杀，一定与沈川有关，甚至可能是他亲手。文字在这里戛然而止，留下令人毛骨悚然的想象空间。林微微盯着屏幕，指尖冰凉，血液仿佛都凝固了。她正沉浸在巨大的惊骇中。病房门被轻轻推开，苏婉晴站在门口，穿着宽大的病号服，脸色苍白，手腕上还缠着厚厚的纱布，显得越发柔弱可怜。微微姐，我能求你一件事吗？林微微静静地看着她，不说话。我知道我不该有这种想法，但是我真的控制不住，我爱上阿川了，没有他我会死的，就像这次一样，我愿意为他去死，求求你，微微姐，你把阿川让给我好不好？没有你，他才会看到我，求求你了。微微看着他精湛的表演，心底一片麻木。他想起未来短信的话，他们从未真正断过。沈川和谁在一起是他的自由，我从不干涉，也干涉不了。这话似乎刺激了苏婉晴，她的眼泪掉得更凶。你就这么不屑于成全我们吗？你就非要占着他名分，看着我们痛苦吗？微微姐，我没想到你是这么自私冷血的人。苏婉晴捂着脸哭泣着，转身跑出了病房。病房里重新恢复死寂。林微微疲惫地闭上眼，太阳穴突突地跳，和沈川有关的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比的疲倦。夜幕悄然降临，突然手机屏幕再次疯狂亮起，那个未知号码连续发来数条短信，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和惊惶。不对，时间线变了。林微微，你现在在哪里？立刻离开你现在的地方，马上！这边显示你的死亡时间被提前了，就在今晚，有危险，快走！死亡时间提前，就在今晚。林微微的心猛地揪紧，寒意窜遍全身。她下意识地抓紧手机，想要问清楚。砰！病房门被人从外面狠狠撞开，沈川像冲了进来，双眼赤红，额头青筋暴起。他直接扑到她的病床前，一把攥住林微微的肩膀，手指用力的几乎要捏碎她的骨头。林微微，你到底对婉晴说了什么？她割腕自杀了。我什么都没做。林微微疼得冷汗直流，肩膀快要被捏碎，却仍一字一顿，眼神死寂地盯着沈川。你什么都没做。林微微，我真的没想到你会变成现在这样，心思如此恶毒。之前你一次次针对婉晴，在衣服里放针，我都告诉自己你不是故意的，我一次次原谅你。可这次你竟然把她逼到割腕自杀，她要是救不回来怎么办？你还是人吗？你的心到底是什么做的？你不信我？我只信我看到的，我只信婉晴现在躺在抢救室里，生死未卜。把她带走，别在这里碍眼。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一块刺鼻的手帕猛地捂上他的口鼻，强烈的眩晕感袭来，他的意识迅速沉入黑暗。他发现自己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四周堆满了蒙尘的货箱。他被反绑在一张木椅上，无法动弹。沈川就站在他面前，背光而立，脸上笼罩着一层可怕的阴影。一个保镖正低声向他汇报：苏小姐失血过多，医生还在抢救，情况很不稳定。听到了吗？
婉晴流了多少血，我就要你加倍奉还。沈川，你疯了！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这一刀是替他还你的。尖锐的疼痛让他惨叫出声，温热的血液瞬间涌出，顺着胳膊滴落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这一刀是惩罚你的恶毒，这一刀是为你不知悔改。他像是陷入了某种偏执的疯狂，一刀一刀在他手臂上划开一道道血口子，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染红了椅子。剧烈的疼痛和失血让林微微的意识开始模糊，视野逐渐变暗，身体冰冷的如同浸在冰窖里。就在他快要彻底失去意识时，沈川停了下来。最后一下，婉晴的手腕就在这里，你也该在这里。刀尖扬起，带着冷光猛地刺下。林微微闭上眼，彻底绝望。千钧一发，仓库中央空气剧烈扭曲，一道炫目刺眼的蓝色光门凭空撕裂空间，电弧噼啪作响，一道高大矫健的身影快如闪电从光门中猛冲而出，一声爆喝炸响，同时一只骨节分明、极具力量的手精准无比地扣住沈川行凶的手腕，力道之大让疯狂的沈川无法动弹。沈川猛地回头，震惊地看着这个凭空出现的不速之客。微微也被这声熟悉的暴喝惊得艰难睁开眼，模糊的视线艰难聚焦，挡在他身前的男人，侧脸线条冷硬俊朗，眉眼间带着他记忆深处熟悉的轮廓，却又多了几分历经风霜的金羽凌厉。顾燕，给我发短信的竟然是你！沈川听到这个名字，猛地一愣。顾燕，果然是你。微微，你他妈果然一直还跟他有联系，你骗我！这一声质问像一把钥匙，猛地打开了林微微记忆的闸门。恍惚间，他回到刚和沈川在一起时，那时的沈川阳光霸道，带着少年人特有的占有欲。他知道顾燕的存在后，曾不止一次的为此吃醋发脾气。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样，微微，离他远点。你有我还不够吗？为什么还要跟他走那么近？是情正浓，他不愿让这点小事影响他们的感情。为了让沈川安心，他主动疏远了顾燕，慢慢减少了联系，直至最后几乎断了往来。他记得顾燕最后那次找他，眼神暗淡，却还是努力笑着对他说：没关系，微微，你幸福就好。一如潮水般退去，只剩下眼前沈川扭曲的脸和顾燕坚毅的侧脸。当年为了沈川断绝联系的人，如今却在他濒死时穿越而来拯救他，而沈川竟还在怀疑他们。微微，别怕，还能动吗？抱紧我，我绝不会让你死在这里。他说着，猛地发力，彻底拧开沈川的手腕，在其痛呼声中夺过那把染血的匕首扔远，同时迅速割断他身上的绳索，想要将他扶起。眼看着顾燕要将林微微背到背上，那亲密无间的姿态彻底点燃了沈川最后的理智。给我抓住他们！2名保镖立刻猛扑上来，顾燕将林微微护在身后，竟是一敌二，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他的动作干净利落，不过短短几个回合，竟然将2个彪形大汉逼退数步。沈川看得目瞪口呆，气得浑身发抖。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管家打来的。少爷，苏小姐醒了，她情绪很不稳定，哭着说一定要立刻见到您，否则就不……沈川脸色变幻，看了一眼被打退的保镖，又看了一眼几乎被顾燕护在身后的林微微。林微微，你听着，如果你今天敢跟他走，敢不断绝和他的所有联系，以后就永远别再来找我，我绝不会原谅你。说完，他竟真的不再看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带着保镖快步冲出了仓库。顾燕趁机一把将虚弱不堪的林微微背到身上，大步朝着仓库外走去。冰冷的夜风扑面而来，林微微伏在顾燕宽阔而温暖的背上，意识因失血和疼痛而有些模糊。顾燕，你怎么会穿越过来？我也不知道具体原理，我一直试图通过短信提醒你，但发现你的死亡时间突然被大幅提前，我急得不行。结果就在那时，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蓝色的光门，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我扯了进去，再睁眼就看到了他。后面的话他没说下去，但林微微知道，他看到了沈川举刀刺向他的那一幕。趴在顾燕的背上，林微微恍惚间仿佛回到了小时候，他也是这样背着他走过放学回家的路，走过雨后泥泞的小巷，在他被欺负时挺身而出，在他难过时默默陪伴。还记得吗？小时候你爬树摘果子摔下来扭了脚，也是我背你回去的。记得。你还被我妈妈骂了一顿。那段被刻意遗忘的温暖而纯粹的时光，此刻清晰地浮现心头，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林微微的公寓楼下。顾燕小心翼翼地将她放下，扶她站稳，
突然，顾燕的身体边缘开始变得模糊，正一点点化作细碎的光点，缓缓消散在空气中。顾燕，你怎么了？看来时间到了，能再见到你真好，微微，我喜欢你。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得知你死讯的时候，我恨透了自己当初的不够勇敢，恨自己为什么就那么放手了。还好，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亲口告诉你，还能救下你。微微，忘掉沈川，好好活下去，愿你余生平安幸福。话音落下，他彻底消散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可林微微手臂上依旧作痛的伤口，证明着刚才的一切不是幻觉。过了许久，他像是终于下定了某种决心，抹去眼泪，踉跄着回到公寓，拿起手机拨通了母亲的电话。妈，你之前说顾燕在国外留学，她到底在哪所大学？告诉我，我要去那所大学。增城市中心医院，沈川几乎是冲进病房的。他几步冲到床边，竟有些脱离的半跪下去，紧紧握住苏婉晴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婉晴，婉晴，你醒了，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还好你没事，还好。沈川哥，对不起，让你担心了。接下来的几天，沈川几乎寸步不离的守在苏婉晴的病床前，事无巨细的亲自照顾，为她吃药，帮她调整床高。可他的心神却总是不由自主的飘远，他会想起仓库里林微微盛满绝望的眼睛和手臂上淋漓的鲜血，更会想起那个凭空出现将他护在身后的顾燕。一种焦躁和不安在他心底疯狂滋长。终于，他忍不住拿出手机，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号码，编辑了一条长长的短信：微微，婉晴已经脱离危险，醒过来了，谢天谢地，她没事。之前的事，我承认我可能有点冲动，但你也有错。你不该对婉晴说那些话，把她逼到绝路。你来医院给她郑重道个歉，这件事就算过去了，我可以试着原谅你。还有，你必须立刻彻底和顾燕断绝所有联系，保证永不再见，这是底线。只要你做到这些，我们或许还能和好。短信发送成功，沈川盯着手机屏幕，期待着回应，或许是辩解，或许是斥责，但无论如何，总该有反应。然而1天、2天，手机安静的可怕。林微微没有回复一条消息，这种彻底的沉默让他前所未有的心慌。很快到了复读生开学的日子，沈川强行压下不安，亲自陪苏婉晴去学校报到。忙前忙后，他给她买了最新款电脑、名牌书包、所有学习资料，甚至体贴的在学校附近给她租了一套精装修公寓，方便她学习休息。沈川哥，太麻烦你了，这些太贵重了。跟你没关系，是我自己想买的。沈川哥，你是在等微微姐的消息吗？沈川抿紧唇，没有否认。苏婉晴的眼神暗淡了一下，随即善解人意的柔声道：微微姐可能还在生我的气，也生你的气，气你总是护着我，让她冷静几天也好，等她气消了，肯定会联系你的。他的话像一根细针，再次强调了林微微的任性和沈川护着她的正当性。沈川眉头紧锁，心中的烦躁感却不减反增。又过了2天，林微微依旧杳无音信，这种情况完全超出了沈川的认知。终于到了林微微大学开学的日子，他再也按捺不住，直接买了机票飞往北京。一路奔波，他终于站在这里。他焦急地四处张望，寻找着那个他熟悉的身影。没有，哪里都没有。他挤到负责登记的老师面前，语气急切：老师，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物理系新生里有没有一个叫林微微的女生？登记老师抬头看了他一眼，在花名册和电脑系统上仔细查询。几秒钟后，老师肯定地摇了摇头：同学，我们今年物理系所有新生里没有叫林微微的，你是不是记错院系或者学校了？没有这个名字。沈川猛地愣在原地，没有叫林微微的。登记老师那句话像冰冷的魔咒，在沈川的脑海里反复回荡。他失魂落魄地离开报道区，猛地停住脚步，像是抓住最后一根稻草般，急切地掏出手机，颤抖着手指拨通了林微微的号码。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听筒里传来的是干脆利落、冰冷无情的关机提示。沈川的心猛地一沉，重恐慌感迅速蔓延至四肢百骸。关机？他为什么会关机？他
他去哪儿了？难道一个可怕的念头不受控制的钻进脑海？难道仓库那天之后，他出了什么意外？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或许微微只是赌气，用另一种方式让他着急。或许婉晴会知道些什么。他立刻买了最早的航班返回。飞机落地，他直接打车去了苏婉晴的公寓。站在公寓门外，他正要抬手敲门，里面却隐约传出了谈话声，似乎是苏婉晴和她的闺女。房间的隔音并不算太好，里面兴奋的谈笑清晰地传了出来。哇塞，婉晴，这真是沈川哥给你租的房子，也太大太漂亮了吧？这得多少钱啊？这算什么呀？不过是暂时落脚的地方而已。你看到我那个新买的包了吗？就沙发上那个，沈川送的。那个包的钱都够买一辆小汽车了。天哪，他也太宠你了吧？那个林薇薇呢？他就这么算了？当初他们可是公认的一对。门外，沈川的呼吸猛地一滞，然后他听到了苏婉晴那熟悉却无比陌生的、带着轻快笑意的声音：“林薇薇，那个蠢货早就被我彻底赶走了。现在啊，沈川心里爱的只有我。”沈川整个人僵在原地，血液仿佛在瞬间冻结。里面两个女孩还在嬉笑着说什么，但他已经一个字都听不清了，耳边反复回荡的只有苏婉晴那句话：“那个蠢货早就被我彻底赶走了。”站在门外，极力压下脸上翻涌的情绪，努力让表情恢复平静。然后他抬手敲了敲门：“沈川哥，你回来啦？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呀？”“刚好路过，给你带了点吃的。”“哎呀，你还记得我爱吃这个呀？你真好。”沈川却下意识地侧身避开了。沈川走进客厅，对着有些拘谨站起来的闺蜜点了点头，目光扫过沙发上价值不菲的新包，又扫过这间宽敞精致的公寓。眼前的一切和刚才门外听到的那些话形成了无比尖锐的讽刺。他看着苏婉晴那张依旧柔弱无辜的脸，第一次对她产生了怀疑。接下来的几天，沈川把自己彻底封闭在了家里。他没有去学校，对外界失去兴趣，窗帘紧闭，房间里弥漫着浓烈的烟酒气和挥之不去的压抑。他再一次拨通了管家的电话，声音沙哑的厉害：“怎么样，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吗？”“少爷，能问的地方都问过了，能查的也都查了。林小姐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也没有任何消费记录。抱歉，少爷。”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沈川猛地将手机砸在地上，屏幕瞬间碎裂。他烦躁地抓了一把头发，又开了一瓶烈酒，仰头狠狠灌了几口。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沈川踉跄地走过去，猛地拉开门：“沈川哥，你这几天怎么都没去学校？我好想……”他的声音依旧娇柔，带着恰到好处的依赖。若是以前，沈川会觉得这是全心全意的信任和需要，但此刻看着他这张无辜的脸，他脑海里闪过的却是那句“那个蠢货早就被我彻底赶走了”，胃里一阵翻涌。他没有说话，眼神冰冷地扫了他一眼，面无表情地转身回屋。不易察觉的慌乱，但还是跟着走了进来，习惯性地将手机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早餐好像有点凉了，我去厨房给你热一下。”他说着，拿起早餐袋，快步走向厨房。就在他进入厨房的瞬间，他那不崭新的几天前沈川才送给他的手机屏幕突然亮了起来，显示收到一条新微信消息，发信人备注是闺蜜。沈川想起了这部手机的密码还是他当时亲手设置的，他的生日。一种强烈的可怕的直觉驱使着他，他猛地拿起手机，快速输入密码解锁，直接点开了闺蜜的微信。他的手指颤抖着，疯狂地向上翻动他们的聊天记录。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像最恐怖的诅咒，瞬间将他拖入了地狱。“放心，衣服里的针是我自己放的，算准了时间出去演场戏就行了。”“牛逼，那他信了？能不信吗？他只觉得林薇薇恶毒，马场那边打点好了，那声鞭响和受惊的马也是我安排的，苦肉计嘛，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卧槽，你真让自己被马踢？”“怎么可能真踢到？看着惊险而已，蹭破点皮流点血，效果才好。你看他心疼坏了，割腕，哈哈，假的，血包而已，伤口划得很浅，吓唬他的。他果然急疯了，直接去找林薇薇算账了。这下他们彻底完了。原来从头到尾，他才是那个最蠢的傻瓜。
他被玩弄于股掌之间，亲手一步步将自己的爱人推向绝境。哐当一声，厨房里正准备端早餐出来的苏婉晴一抬眼，正好看到沈川拿着他的手机，他手里的盘子瞬间脱手，摔得粉碎，早餐溅了一地。沈川哥，你听我解释。沈川猛地抬手，狠狠一把将他推开。苏婉晴踉跄着摔倒在地，手按在碎瓷片上，疼得他眼泪瞬间涌出，但沈川没有丝毫动容。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苏婉晴看着他眼中从未有过的疯狂和恨意，吓得浑身发抖，知道一切都完了。是真的，都是我做的。沈川哥，对不起，我只是太爱你了，我太害怕失去你了。林薇薇，她凭什么拥有你？我爱我？滚，给我滚出去！立刻，马上！不，沈川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原谅我这一次。苏婉晴眼泪横流，狼狈不堪地跪在地上哀求。她疯狂地将房间里所有她买给苏婉晴的东西，那个价值1辆车的包、昂贵的首饰、名牌衣服，一股脑地全部抓起，粗暴地塞进一个巨大的垃圾袋里。然后她拽起哭喊挣扎的苏婉晴，将她和那袋昂贵的垃圾一起毫不留情地推出了家门。林薇薇拖着行李箱站在常青藤名校气派的大门前，深吸一口气，按照邮件里指示的教室号，她轻轻推开了门。讲座还未开始，教室里稀稀拉拉坐着一些学生，他的目光快速扫过，随即定格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一个穿着简单白色毛衣、身形清瘦的男生正低头专注地看着面前的平板电脑，手指偶尔滑动，侧脸线条在光影下显得安静而柔和。是顾燕。林薇薇的心跳莫名漏了一拍，她放轻脚步走到他旁边的空位坐下，身旁的动静让顾燕从屏幕上抬起头。当他的目光落在林薇薇脸上的瞬间，整个人如同被按下了暂停键，彻底愣住了。他眨了眨眼，又下意识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仿佛怀疑自己出现了幻觉。薇薇，你怎么会在这里？你不是应该和沈川在清北报道吗？我们分手了。分手？什么时候的事？为什么？怎么，不想见到我？没有，怎么可能？我只是太意外了。你没事吧？诺，路过买的。你以前最爱喝的这个双份浓缩兑燕麦奶，没错吧？他手足无措地接过来，指尖不经意间触碰到他的，一股微小的电流般的触感让他猛地缩了一下手。谢谢。就在这时，教授夹着讲义走了进来，教室瞬间安静下来。林薇薇转回身，摊开笔记本，看似准备认真听讲，然而她的余光却始终落在身旁那个依旧有些魂不守舍的男生侧脸上。他微红的耳廓，他轻轻抿着的嘴唇，他因为专注而微微蹙起的眉头，都落在他的眼里。阳光正好给他周身镀上了一层金边。林薇薇的心绪忽然变得无比宁静，她在心里轻轻地对那个侧影说道：顾燕，这一次换我来找你，接下来的几年请多指教了。一堂课在一种微妙而安静的气氛中结束。